故事老套而又真实的发生了。陪伴朋友参加选秀的黄子韬被经纪公司选中，随后前往韩国成为出道准备生。我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坐飞机，肯定是会很紧张，因为你进入一个新的地方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也不知道你周围的人是什么样，你要去融入一个新的生活，一个新的环境，你可能会改变自己。对，你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小，并不是特别懂事。第一次出国，第一次坐飞机的黄子韬，很快就在异国他乡遇到了难题。不会说话，点不了饭。你想跟别人说什么东西，你没法跟别人交流。也包括你要学跳舞啊，你要或者和成员在一起，你没法沟通的话，就特别难受。你有时候心里想要说的话，你表达不出来，就憋在心里边，或者是你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那种感觉挺不爽的。其实。大概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？3、4个月吧，因为我就还是就在那个环境，你没法不去学习语言。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挺用心学韩语的，就每天拿一个本子，拿一个笔，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记。而因为那时候不能用手机，只能带本子和笔嘛。语言不通，生活也并不习惯。17岁的黄子韬却并不在乎，而是选择将全部时间都用来练习。每天就是在公司里面唱歌跳舞，然后再休息一会儿再跳舞，就这样。多少小时？你是看自己啊。我一般每天可能就睡个5、6个小时，可能想休息的时候就多睡一下。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拿来唱歌跳舞，没有自己的生活。那个时候就没有说想要什么生活，那个时候就音乐跟跳舞就是我的生活。众所周知，韩国娱乐圈的练习生制度向来以条件艰苦、考核严苛而闻名。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俊男美女被演艺公司选中进行练习。尤其是非韩国籍的练习生，不仅要与家人长期分开，而且每月都面临着考核淘汰的巨大压力。刚到的第一天就已经是出道准备生了，我那个时候所以压力特别大，所以我到了第一天我就在地下练习室练习了，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每天5、6个小时。当时我怎么受得了？就是当时其实很受不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法睡觉，但是我还要强迫我自己一定要起来，因为你要练习，你要去学习新的东西。与许多同在韩国练习的中国人相比，黄子韬无疑算得上是非常幸运。2011年底到韩国练习刚刚1年左右的黄子韬被确认为 EXO 组合正式成员，准备出道。不过黄子韬却坦言，对于刚刚练习1年就出道，自己当初心中是拒绝的。我当时其实我还有跟公司说，我说我不想出道，能不能再让我练1、2年？公司说不行。你是觉得说他没有准备好？我其实是怕，其实我就是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状态出道的。因为毕竟时间太短，但因为那是一个组合，每一个人有各自的优点，当他们融入进来，所以这才是一个组合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慢慢学习的过程中。